嗨，大家好。台湾经过几十年的选举，岛上一直被政治热潮所弥漫，至今挥之不去。很多人对于政治都趋之若鹜。那么在台湾从政真的会赚很大吗？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首先，从政的起手式市议员，市议员每个月薪水约50万新台币，按现在1比4.3的汇率计算，大约11.6万人民币。这月薪乍一看还可以，不过其中将近一半24万台币是给到所聘用的助理费用。而每位议员会聘用的助理通常为58位，这样简单计算就会得知，每位助理月薪34万，约 79K 人民币。但有朋友就会说了，我个人能力超强，8名助理的事我一个人来，就像《西游记》中的9头虫，我一个助理都不请，那笔钱不就都归我了吗？还真的不行。如果你不请这8个助理，这24万你就1毛都拿不到。换句话说，议员需要拿着明码标价聘用助理的合同去市政府报备，这笔钱才会到账。所以说，实际给到议员自己的收入就只剩下每月税前26万，约6万人民币。但还没完，你聘了助理可不简简单单发个工资就完了，还要租办公室，用于日常办公和选民服务。而且这个办公室还不能过小，起码得装下9个人吧。以台北市举例，租金4、5万是跑不掉的，除了租金还有其他软硬件花销5、6万。所以扣掉这些一笔笔的固定费用，台南市议员谢龙介自曝自己实际月领13万6千是差不多的，换算一下大约为3万人民币。当然这是直辖市的议员也最高，其他县市的议员则等比例递减。台湾过去有2个直辖市，台北和高雄，后来又增加4个，分别是新北、台中、台南和桃园，这就是俗称的6都。台湾虽不大，但直辖市还真不少。议员可以说是在台湾透过选举从政所要跨过的第一个台阶。再接下来，立委。这个立委是不是就是隔三差五在立法院打架的那些人呢？没错，就是他们。台湾立委共113席，物以稀为贵嘛，所以每次改选之前，大家都挤破头去抢名额。那么立委的月薪大概是多少呢？立委年俸900万新台币，平均每月75万，约17万人民币，高出市议员一截。但这些钱同样不是全给他一个人的，而其中最大额的一笔仍然是公费助理的费用，每月约40万。这笔钱跟议员规则一样，你不雇人就不给你，所以如果雇一个助理月薪3至4万的话，一共可以雇10几位助理为立委打工。那么一位立委或议员需要这么多助理吗？如果用不到，会不会有领空饷的事情出现呢？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很多立委并不会聘用那么多助理，但却会用一堆人头账户顶替来 A 助理费。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立委议员都会这么干，毕竟是民选出来的，素质自然参差不齐。但空穴必然来风，既然敢这么报道，自然是有些根据的。但至于是谁就不清楚了，毕竟这种事情立委肯定不会自曝。这40万的大头去掉，75减40就还剩35万。这35万中大概有40%左右的各类补助，例如服务处租金补助、文具邮票电话费用、外出考察费、住宿费、体检费等等等等。既然是补助，就要实报实销，自然不能像阿扁老婆那样四处寻觅发票来虚报实销。那么能被立法委员自由支配，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又是多少呢？那就是剩下的基本薪水和奖金。立法委员薪水由本薪和公费组成，各89760元，所以每个月一共是179520，约18万新台币。另外还有1点几个月左右的年终奖，约2万多。不过不清楚的是，这113位4年一任的立法委员每年是否有像公司一样的绩效考核？年终奖是否也有区别呢？但不管怎样，粗算一下，将年终奖平摊到每个月，立委可以自由支配的月薪就是20万新台币左右，约合人民币4.6万元。当然这是税前。所以看起来，如果从一名市议员升格为立委，薪资就有了50%的涨幅。如果还能混上个不分区，选都不用选了，那可是极大的造化啊。那么除了议员、立委之外，各县市的行政长官也要透过选举才能上台。那么他们的薪资又是多少呢？刚才提到了，台湾直辖市共6个，通常情况下，市长月薪比照部长级，每月约19万元，若再加上年终奖，差不多20万左右，与立委基本持平。副市长则比照政务次长级别，月薪约16万，而非直辖市普通县市的县市长则相应降低，根据资料大概为17万左右。看起来直辖市的市长、立法委员、行政部会的部长一级，虽然职责不同，但薪水相近，约为新台币20万上下，都是4万多人民币。
不过市长还有额外的特别费，每月约14万多。当然了，这个跟立委的补助一样，同样也需要实报实销。这幅图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他在台大做医师，月薪40万新台币，而做市长却只有16万，好像并不到19万。那么他说的这月薪16万，到底是税后还是故意卖惨呢？韩国瑜随后给出了答案。在2019至2020年竞选期间，韩国瑜一共请假88天，其中带薪年假、事假共21天，外加10天公共假期，总共31天有钱可领，其余57天为无薪事假。所以算算有钱可领的31天，刚好1个月左右。而韩国瑜总共捐出了19万7378元，看起来直辖市长19万多的月薪更为靠谱，柯文哲自曝的16万则有待商榷了。那么除了议员、立委、县市长之外，从政的另一条路自然就是直接进入政府部门去做官了。当然这些官不需要选举，只要你的长官点头就 OK 了。没错，官派和民选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根正苗红、血统纯正就可以做官，什么外交官儿子、表姐夫、大姨妈之类，通通都能谋上个一官半职。这是之前曝光的2位因长官赏识而谋得高位的年轻人，左边那位是口译哥，30出头就被外交部长吴钊燮派去美国做驻美政治组组长的高位，看起来月薪还比立委更高，令人羡慕不已。右边的就是有小蔡英文之称的吴怡宁，不过毕竟不是血亲，他们现在已被另2个当红炸子鸡取代，一个是外交部长吴钊燮之子吴迪，去做了民进党驻美办公室副主任，薪资不详；另一个就是蔡英文的表姐夫吴明宏，刚刚做了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看似很大了，那么被指派的官还有比他更高的吗？当然有，最高行政法院上面还有司法院呢。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自创五权宪法理论，政体分为5院制，即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共5院。当然每院都有正副院长来进行运作。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蔡英文指派前高雄市长陈菊出任监察院长，而国民党大闹立法院进行杯葛。那么这些院长薪水是多少呢？这幅图是行政人员薪资图，最上面的是行政体系的4位院长，剩下的1位立法院长则属于民意机构。我们看到各院院长月俸加公费每月为32万3490元，副院长则为21万，而各部部长就是刚才提到的跟立委和直辖市长的确接近，19万多。再往下则依次递减。这就是5院院长的薪资，每月约为人民币7万5千元。再向上就是正副最高领导人蔡英文和赖清德了。蔡英文的月薪47万6169元，约为11万人民币，另外还有 1.5 个月的年终奖，不过应该没有绩效考核，毕竟他不向立法院负责。记得之前曾经介绍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薪水，年薪达到520万，月薪为40万，不过人家赚的可是港币。赖清德的年终奖也是 1.5 个月，不过月薪就降至34万，只比5院院长的32万高了那么一点点，约合人民币 7.9 万元。当然这2位都是选出来的，不像亲信或者表姐夫之类的可以直接指派。可见根正苗红哪里都一样，只要你有门路就会虚位以待，如果门路不够硬，那就只能很苦逼的从议员、立委选起了，当然不分区除外。而竞选又是一件极为费钱的事，我印象中不花大钱而又能选得上立委的，恐怕就属李敖李大师了。李敖当选也是拜那次选制所赐，以后恐怕再无机会了。而4年任期的薪水加在一起，似乎都赚不回竞选1次砸下的钱，那怎么办呢？阿扁之女陈信瑜给出了答案：你们民进党谁没拿过我爸爸的钱？我爸哪个选举没有给他们钱？民进党那些有拿到我爸帮他选举补助的钱啊，他们有照实申报吗？当然，从政之后不仅仅只有这一点点薪水，你的社会地位、知名度，包括相应而来的政商关系，都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也是很多人挤破了脑袋也要争得提名的原因。不过有些人趋之若鹜，有些人自然就敬而远之。用吴宗宪的话说，我有手有脚，干嘛去从政呢？好，综上所述，自蔡英文以下，总统47万，副总统34万，5院院长32万，部长、立委、直辖市长20万，议员13.6万，这就是在台湾走上政治之路你所能拿到的薪水，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